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春色季情人，一个超速撩人，一个谨守难得，让人看得好开心。看了6集《春色季情人》后，我终于找了另一位可以和流金岁月、朱锁锁媲美的通透型现偶剧女主。这个叫庄洁的女主，不光是一个在病床上也挂心自己 KPI 的死忠打工人，同时在爱情方面也是一个绝世高手，只想要一场走肾不想走心的激情游戏。再加上过硬的脸蛋以及社交悍匪的属性，撩得面冷心冷的男主陈麦冬也扛不住，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情人，果然是位货真价实的渣渣女。但是这样一个女人却是一位残障人士。在前2集男女主还没有进入暧昧期的时候，女主庄洁最打动我的一幕是她对待自己身体残疾的态度。在家中，她会非常自然地摘下自己的假肢，单腿立在卫生间中，将假肢与其他衣物挂在了一起。整个过程庄洁自然闲适，没有任何刻意的煽情和凄苦表情。必须要说，这一段剧本和演员都掌控得非常好，从拍摄的视角到演员的微表情都没有做多余的处理，这一点真的很值得国产剧去学习。别再为了特定的人设、特定的剧情去做一些刻意的动作，过犹不及是真理。与这种淡然自若、坚韧不惊个性有剧烈反差的是，庄洁的日常状态如同一个小太阳一样明亮光亮。家境并不富裕的庄洁从来不会做白日梦，她觉得想要过上幸福生活，首先要有底气。这种底气她自己的父母显然没办法给予她，只能靠自己拼搏。所以她从不知安逸为何物，凭借自己进入了全球前10的公司，担任高级技术销售，妥妥的销冠人设。光这一点比那些表面披着大女主外衣，实际上碰到什么事就要靠各位男主闯关的网文女主要好得多。毕竟这才是真实生活，没有多少男人会围着你，你自己的梦想要靠自己实现。庄洁对于感情也自动理智，她从来不会像一些女主一样默默地等待爱情，自己喜欢的仔，费尽心机也要拿到手。高中时期已经残疾的庄洁对于陈麦冬有几分真心，我估计他自己也不清楚，但是有一点心动后就开始行动，似乎是他的本能。知道陈麦冬打架被欺负时，拄着拐杖也要上前暗戳戳的帮忙，然后一副很不熟的样子假装路过，让耿直清冷的陈麦冬觉得自己欠了他一份恩情，钩子下得足足的。然后默认为认识的2个人，虽然口头上你一言我一语，从来不会让步，但是庄洁拐杖有水，要摔倒时，陈麦冬会毫不犹豫地伸手扶住他。班级演出，庄洁提议让他和自己一起演述，陈麦冬也毫无意义地答应。还有在下雨天时，明明女主缠上胶布就可以自己回家，但是看到男主后非要男主弯腰背她回去。少男少女的恋情就在这暧昧不明中明媚起来。在这里必须要说，这为数不多的高中时代剧情，剧组也请了适配度极高的少男少女来饰演，没有嫌麻烦，没有让李现和周雨彤凑合，大赞。如果说庄洁和陈麦冬的少年爱恋的青涩中稍带一点心机，那么在相聚的男女主爱恋则充满了成人之间的激情。尤其是庄姐太彪悍了，从庄洁回小镇见到陈麦冬第一面开始，男主这个拧巴清冷的男人就被他整得一愣一愣的，明明2个人都很快认出了对方，男主却别扭的不承认，让社交牛逼症的庄洁一路猛追，一个开着超速撩人，一个谨守难得躲避，看得好开心啊。再一次在小排档重逢，陈麦冬听见庄洁声音就知道他来了，结果女主走近，他却用一句不熟打发了，好像一个生气的大狗子。然后到镇上开会，女主看到陈麦冬身边有个空位，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坐了过去，还刻意移了下位置，靠近想加他微信。
在得知陈麦冬手机没带时，也不气馁，一步一步地搬着椅子蹭到男主身边，扑到的心思一点都没留着。最后更是用自己的假肢卖惨骗陈麦冬来接他。必须要说，重逢后男主再一次背上女主时真甜啊！再加上奶奶这一个强大的助攻，让眉来眼去的男女主两个人直接上升到强吻阶段。当然是我们的庄姐强吻麦冬。纵然这些甜蜜因为庄姐的归期让两个人之间产生了芥蒂，但我依然要说，女主选择回上海，忠于自己生活，处理得非常理智。在现代这个社会，先要学会爱自己，才有能力爱别人。没有恋爱脑的剧情，看起来简直太爽了，这才是这个时代现偶剧应该有的样子。目前最大的愿望是平台加更，看看我们的庄姐是怎么将清冷陈麦冬彻底拿捏住的，心甘情愿做情人。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